挑战只用渐变蜡棒做套色，先戳中间的花瓣，再抠中间的花盘，铲下来放回去盖花盘，一朵向日葵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盖旁边的花，所以要把旁边的部分切掉。这朵花是花盘突出，所以先盖花盘，抠出来放回去盖花瓣，把旁边连着的叶子抠掉，放回去戳叶子，再把旁边的其他图案抠掉备用。第一组花完成。现在你已经学会了套色的基本逻辑，一起来完成剩下的部分。我感觉套色的原理和造景贴纸差不多，搞清楚各个零件的前后关系就会很容易操作。这个系列我还买了一个大花篮，所以就干脆做了一套蜡棒，这样下次还能用。今天的章还蛮简单的，配色也不用纠结，做起来非常丝滑顺利。所以下一个章我要做难一点的，这片叶子要和篮子边的蕾丝一起做。把花们一起放回去，熔一片渐变绿，填充并连接主体。把枝干顶端的小点点切掉，最浅色盖最后一步，植物区域完成了。盖篮子，边缘随便撕一下，放回章面平效。来一个厚厚的薄片。最近怎么总在最后一步翻车？位置放歪了，好难道啊！救命！这次总算粘住了，修边，下次不说非常简单了。猜今天做什么？没错，就是桂花。局部套色用硅胶条盖更方便。先盖深的丹桂色，可以直接拿着硅胶条抠图。刻完再接下，刀尖一挑，图案就下来了。放回去盖金桂色，抠的时候错落一点，更灵动。觉得太厚了，可以平削一下。盖最浅的银桂色，最后外圈再零星盖一下深色，增加层次感，是不是更好看了？处理一下，准备盖叶子。擦个蓝绿色飘花片做渐变，刮薄一点，效果更自然哦。这种实物可以参考的图，做起来不用纠结配色，真不错。下一步做边框，抠的时候小心叶子尖，边框比较深，需要慢慢斜盖，完美盖全。这边叶子的角抠掉补一下。下面还有个小桂花，别忘了，外面一圈蜡很容易撕下来。然后用同样的方法盖好上方的一小团桂花。最后盖枝干，正好现在背后有点乱，再完整盖一次。还有几个独立的零件，别忘了戳。主图部分转着圈平削，我习惯留点底，防止不小心削掉太多。放回章头上再平削一遍，就正好啦。米黄真是古风的百搭底色，不爱修边的人先看，感觉古风章还是修个规整的边更好看点。新做了几根很适合荷花套色的蜡棒，最细的用来戳荷花的那层花瓣，抠出连碰的位置，削一小块蜡放硅胶条上盖，抠出花蕊再盖花蕊。荷花的花瓣末端带点黄，所以大一点的2个蜡棒内层也做了浅黄。然后再戳1、2、3、4、5下就完成了，抠掉枝干备用。花苞只要戳2下就好了，真不错。放回盖花茎，换个硅胶垫，挺好看，要不就这样得了，哈哈，开玩笑的。修剪蜡片，拼成椭圆的荷叶形状，就得到了中间深4周浅的效果，才好备用。来盖右边的荷叶和莲蓬，中间的内卷荷叶用融化的边角料盖，倒上一大坨，把2边粘在一起，效果还行，带一点点渐变。还有边上的一小片荷叶完成，把4周的边框清理一下，盖浅棕色，再用深棕色盖外圈，还有金色的字。然后就到了铲的环节，先粗略的铲一铲，然后组装，最后精细的铲，补上这俩小字就可以盖底色了。不小心盖得有点歪，只好修个窄边了。半透明的底色有一种温润感。挑战做出最写实的布偶猫，先戳一个粉粉的小鼻头，
非常小啊，也是很难放回去。然后是小猫咪的嘴母子，是布偶猫，所以我们给它开个脸，抠好备用。接着用深灰色盖耳朵轮廓，薄薄的削一层。然后是小猫咪的眼珠子，眼睛因为太小了，也是很难做。先把外轮廓抠一抠，再铲一铲，把眼睛、耳朵和嘴巴都放回去。特地做了个布偶猫配色的蜡棒，一定要一次成功啊！姐的实力无需多言。接下来做小猫咪的围脖，是蓝白渐变的配色。准备盖小猫咪的身体，戳出粉粉的小肉垫。今天这个章不算很复杂，大家应该都能看懂了。身体完成了，最后做尾巴。布偶猫的尾巴是一节一节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一片蜡。再剪出条纹，撩一撩，让颜色过渡更自然。反正这样子盖出来就有条纹了，我们的小猫咪就完成了。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？还可以给它加一个小垫子。今天的章很好套色的，大部分零件都可以用蜡棒戳完成。虽然零件都小小的，但是都比较分散，很方便套色。厨师帽完成，接下来做隔热手套。蓝色配淡黄，是海盐芝士味的，铲下来备用。抠下一片超薄小零件，这也太难放了。裱花带完成。这应该是个搅拌器，上面的奶油是巧克力味的。零件集合，外圈零件装填完毕。多倒一点，盖的时候也要小心，因为这个外圈一会还要用。先把樱桃的位置抠出来，然后拿走外框。这樱桃梗也太细了吧！盖好樱桃，外圈就完成了。里面的字母做巧克力和饼干的颜色。虽然只要戳，但是这些零件真的好小，而且我戳用的都是哑光蜡棒，不怎么粘，所以平削下来后变成了一滩小零碎，还得再把小零碎一个个拼回去。这种零件有大有小的情况，最难平削了。装好后，再把之前的彩虹框框安装一下，底色是淡黄，和中间的字母呼应。修整完成，请欣赏。
今天的章看起来有点复杂，做好层次区分，其实也没有那么难。先做第1层的黄色小雏菊，抠掉接下来要盖花花的部分，用蜡棒戳花花，也可以剪一片下来，用硅胶条戳。硅胶条戳的底比较平，用蜡棒能直接把图案粘住带起来。小花都做完了，就戳叶子。花了1个小时把第1层的花花戳好了。这个绿色的枝条，你别看它难抠，它还相当难放，一个不小心就断了。搏斗了10分钟，总算放回去了。轮子的缝隙里还有小花瓣，然后把桶盖好，右下角这块就好了，抠下来备用。左边这个区域也是按顺序盖好，把之前盖的零件都放回去，就可以盖第2层的栅栏了。然后是一大片的绣球花，把所有的绿叶部分抠掉。第4层完成。查漏补缺，把边上的小花再盖一下。然后是后面露出来的栅栏，底部也还有一些散落的绣球花和叶子。盖好这一滩水渍，整个主图就好了。把边框抠下来，别忘了还有一只小蝴蝶。盖完边框，把多余的底蜡烫走，剩下薄薄的一层平削推走，直接拿一片渐变蜡盖底色。最后把多余的边抠掉就完成了。找不同时间到，2个平雕，1个浮雕，盖一下看看细节。平雕的线条很好看，感觉浮雕更适合套闪。那就开始吧。怕瓜子掉下来的话，可以用硅胶条盖章。接下来就是正常流程，刻完盖，盖完了又刻。这个效果深得我心。反复盖，让花花更有层次感。最后一朵了，很满意，这功夫没白花。盖好这个瓶子，向日葵这部分就完成了。盖窗框前，先把窗帘做好，刻一下和窗框连在一起的部分。谁懂右下那块有多难抠？盖和窗框连接的白云。接下来是桌子。盖天空前，先把2独立小配件准备好，就是这一片天空刻一下，最后再看一眼吧。不小心多热了1回章头，就为了卡章了。不就是重做吗？整个大号飘花片，这次我再做个晚霞版天空，火烧云的感觉。最后第2步盖墙壁，再盖个外圈，修修边完成。
一个复古章，先来戳2个很深的小零件，扁扁的蜡粒正好能戳进去。缝纫机主体用复古绿，局部加深，还有一部分盖奶白色。啊，不会卡章了吧？好害怕，好像还有救，自己吓自己。接下来盖金属零件，简单抠一下就行。旁边的别针扣下来留着备用。小零件们用蜡棒戳好备用。戳好盖边框，把缝纫机放回去盖那层边框，然后用加热过的平章烫走多余的蜡，剩余薄薄的一层用平刀削掉，周围的小零件抠走，这一步还是蛮解压的。然后再把之前戳好的零件从蜡棒上抠下来放回去。装填完成，盖底色。要不要修边呢？那肯定还是要修的。再抹一个好久没出现的火漆膏，立体感很强，这个深度值得夸夸。今天的章看似简单，实则暗藏玄机，差点心态崩了。往下看，听我细细道来。回收利用，勤俭持家，2个都是玫瑰，所以我们一起做了。破边的章撕边的时候要小心。2倍速下的精雕细琢，看起来丝滑的背后是瞪大双眼的我。全部雕好以后掰下来，这个 feel 倍爽。每次往回放，我都觉得自己老眼昏花。怎么掉了？真不懂事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击毙你！微微加热后狂甩不掉。好了，盖叶子，这个撕的时候小心叶子掉下来。这次不用蜡棒戳了，再盖一层底厚一点，等会方便平效。是不是有人忘了还有个爱心玫瑰？哈哈哈哈！对了，我这次用的是金元方蜡棒，虽然它的质地很软很稀，但是对于这种小细节多的章，它软且不粘的特性就很适合平效。转着圈慢慢往里推，经过一番不为人知的折腾，终于好了。但是还没完，还有一个也要削。盖叶子的蜡温度不够烫，没粘住，也没削好，就重做吧。短短几个字，多花我15分钟。半个小时后终于抠好了，呜呜呜！快很准。底色是粉色加很多白，往下压抠掉边缘，用刚刚花朵的颜色盖个外圈。虽然有点歪，但是修边大法好。阳光蜡干了以后有种丝绒质感，还挺好摸。还有一个如法炮制，耗时2个半小时，终于都做完了。你们喜欢哪个呢？挑战只用渐变蜡棒做套色，先戳中间的花瓣，再抠中间的花盘，铲下来放回去盖花盘，一朵向日葵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盖旁边的花，所以要把旁边的部分切掉。这朵花是花盘突出，所以先盖花盘，抠出来放回去盖花瓣，把旁边连着的叶子抠掉，放回去戳叶子，再把旁边的其他图案抠掉备用。第1组花完成。现在你已经学会了套色的基本逻辑，一起来完成剩下的部分。我感觉套色的原理和造景贴纸差不多，搞清楚各个零件的前后关系就会很容易操作。这个系列我还买了一个大花篮，所以就干脆做了一套蜡棒，这样下次还能用。今天的章还蛮简单的，配色也不用纠结，做起来非常丝滑顺利。所以下一个章我要做难一点的，这片叶子要和篮子边的蕾丝一起做。把花们一起放回去，熔一片渐变绿，填充并连接主体，把枝干顶端的小点点切掉，最浅色盖最后一步，植物区域完成了。盖篮子，边缘随便撕一下，放回章面平效。来一个厚厚的薄片，最近怎么总在最后一步翻车？位置放歪了，好难道啊！救命！这次总算粘住了，修边，下次不说非常简单了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汉堡，
先戳底层的汉堡胚，然后是清爽可口的生菜。不过我好像只有在吃汉堡和烤肉的时候才会觉得生菜好吃，尤其是小时候，总感觉生菜有股怪味。生菜完成，然后是西红柿，这也是一个3层的套骰。虽然这些小玩意抠图有点难，但是盖起来还挺简单的。番茄片完成，同样的方法再戳一片。还有酸黄瓜，又酸又咸的酸黄瓜。再来戳一块牛排，为什么是牛排而不是汉堡肉呢？再来一片力量，蘑菇，汉堡的脑壳，抹点胶组装一下。一口能吃超多个的微缩小汉堡完成了，再来一份薯条，还需要一个托盘。汉堡套餐完成，还可以做三明治，来2片吐司，再做个煎蛋。为什么差不多的食材，却总感觉三明治要更健康一些？所以你更想吃哪一边呢？新做了一组蜡棒。来做这个风铃草，我发现这个章它又有平雕又有浮雕，还有线条，这种搭配还是蛮少见的。在周围斜切做渐变，虽然乍一看还挺复杂，不过实际操作并不算难。花的第2层渐变，一片片戳，卷起来的花瓣颜色会深一点。第1朵花完成了，抠好备用。其他小一点的花流程也是一样的，先戳出头尾，最后戳中间。风铃草我还挺喜欢的，像一个小酒杯。这个花有白色、粉色、紫色，这朵有花蕊诶。本来想做粉色的，但是粉色的花做过太多了，白色火漆很难做出层次感，所以最后还是选了紫色。挨个戳戳剩余的叶子。把叶子和花都放回去，用同色系的飘花片盖枝干进行连接。主体完成，边上还有一只小蝴蝶，放回去后抠主图，先把边缘去掉一些，再放回章子上平削，削干净就可以盖底色了。